来到 Dr. Fish 频道。我相信有很多人有经历过，鱼缸的水明明非常的清澈和非常的干净，但鱼养了几个月之后，还是会无端端的死去。今天的主题主要是为你解答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当我们开始要养鱼的时候呢，基本上会去到水族馆去买一个鱼缸，然后还有再买一个所谓的过滤器。过滤器里面呢就附有一个水泵，加上一个黑色的盒子，然后里面呢就放了几个过滤棉。基本上呢，我们就买回来之后呢，就开始会把水中的氯呢给去除掉。过了几天之后，我们就去水族馆把鱼买回来，就开始养了。基本上开始养的时候呢，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当然了，你使用了这个过滤器之后呢，水基本上呢都不会形成太过有浑浊的一个现象。过了一两个月之后，鱼还是逐渐的死亡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基本上呢，在我们的饲料当中呢，都存有非常高含量的蛋白质。如果越贵的饲料呢，基本上蛋白质是越高的。当我们在投喂饲料的时候呢，鱼就会吃进肚子里面，然后进行消化，然后就会将多余的这些蛋白质呢，或者是消化不到、吸收不到的营养呢，就从粪便里面排放出来。粪便里面呢，基本上都还是含有了蛋白质的成分存在。蛋白质呢，在经过一些细菌的转化之后呢，它就会形成的阿莫尼亚，就是中文叫做氨氮。阿莫尼亚是一个毒素来的。当阿莫尼亚的浓度达到了一个水平的时候呢，鱼呢就会开始出现中毒的现象。那阿莫尼亚呢是怎么样去危害到这条鱼呢？基本上，当阿莫尼亚毒素呢存在于鱼的身体当中呢，会阻碍鱼的血液中的红血球输送氧气到鱼的身体的各个器官里面。这个时候呢，鱼就开始会出现缺氧的现象。如果你有仔细观察的话呢，你基本上你会发现呢，鱼要死的时候呢，它会经常呢在鱼缸的在水面上呼吸，类似于缺氧的现象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鱼呢开始无精打采，没有活力，之后呢慢慢会沉入水底当中，然后再过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呢，鱼就会开始死掉。如果当你有遇到类同的情况的时候，你再可以仔细的去观察一下，其实鱼的鳃部都打开来看，基本上它不是呈现一个鲜红色的颜色，它的鳃部会呈现深巧克力的颜色。你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它的鳍部，会呈现一些血丝在那一边，那就是属于氨氮中毒的一个现象。我们都已经有了过滤系统，但到底呢，在我们的那个养殖系统里面，到底还缺什么呢？实际上呢，很多水族馆他们都不会仔细的告诉你这一点。基本上在我们鱼缸里面呢，我们还要做一样东西，就是要培养这个消化菌，建立起消化系统。那要怎么去建设呢？一般上你在水族馆所买到的那个过滤系统里面只有一个过滤棉嘛，其实是不对的，应该还要有一些就是培菌的那个生化球或者是生化石头在里面，使到呢这个消化细菌可以附着在这些地方里面，让它去滋生。在水里面呢，唯一可以解决这个阿莫尼亚的，就是必须有这个消化菌来去处理。有一些人会问我，到底呢，我在水族馆买了一些这个消化菌呢，我只是直接倒进去鱼缸里面，到底可以不可以呢？如果呢，你的这个养殖系统里面没有存在这个生化球的话呢，基本上你倒再多的消化菌进去鱼缸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作用的。因为呢，消化菌呢必须附着在生化球里面，或者是鱼缸的表面，它附着了之后，它才可以开始工作，将这个阿莫尼亚呢转化去 NO2， 再来去转化去 NO2， 就是nitrate， 就是中文叫做硝酸盐。硝酸盐呢，就对于水中的鱼就不会有进行的任何的伤害。这个就是我们要达到这个消化系统的最终的目的。那有些人说既然呢鱼的粪便会有这个阿莫尼亚有毒，那我种一些水草在鱼缸里面，那可以吗？
有可能呢这个效益不是太过理想。基本上这些水中的植物呢，只能吸收2种物质，一个就是 NH4， 我们叫做 ammonium，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NO3。如果没有经过消化菌呢，将这个 ammonium 呢转化去 NO3 的话，基本上呢这个水藻是无法去在水中吸取有毒的物质的。总结来说呢，我们的鱼缸必须要有建立良好的那个消化系统之后呢，我们把水草种下去才可以发挥到一定的作用。要不然的话呢，那可以辅助到的东西呢，只有那么一点点。好，希望呢今天的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。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，可以留言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点赞、订阅以及转发，谢谢。